大家好，这里是文澜小屋。本期我们介绍的是 William O'Neill 的笑傲股市。William O'Neill 是投资者商业日报的创始人，也是一位高度注重历史数据验证的华尔街投资家。他并不是依靠个人的主观直觉来建立投资流派，而是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对美国股市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跨越100多年的历史数据进行了深度清洗与统计。通过研究这期间表现最优异的500只超级牛股，他发现这些能够带来巨大财富增长的领头羊，在爆发前都具备一些高度一致的财务特征和价格形态。基于这些客观的统计结果，他创立了将基本面与技术面高度融合的 Ken Swim 投资法则。在这本书中， William O'Neill 没有罗列枯燥的经济学宏观预测，也没有教人寻找永远不会亏损的投资诀窍，而是提供了一套明确的量化操作漏斗，教你如何用严格的财务标准过滤出全市场排名前 2% 的卓越公司，如何利用经典的图表形态锚定胜率最高的起涨点，以及如何用刚性的止损纪律锁死账户的下行风险。现在让我们翻开这本书，从如何识别那些具备爆发潜力的卓越公司基因开始，在充满随机性的金融市场中搭建起一套不受情绪干扰的客观过滤系统，从而实现财富的长期稳定增长。在进入股票市场进行选股时，普通投资者最容易陷入的误区是寻找那些价格便宜、市盈率偏低的股票。这种直觉背后的心理是渴望买到所谓的便宜货，并期望它们能重新回到昔日的荣光。然而，通过对长达100年的超级牛股群体进行量化统计分析发现，真正能够带来巨大财富涨幅的股票，在它们爆发出惊人行情的前夕几乎从不便宜，其市盈率往往远高于市场的平均水平。要过滤掉底部的平庸企业，选股漏斗的第一道关卡必须设立在企业最核心的盈利动能上。在 Ken Slim 选股系统中，这一关卡由前2个财务字母紧密锁定，它们分别是字母 C 所代表的当季每股收益 Current Quarterly Earnings， 以及字母 A 所代表的年度收益增长 Annual Earnings Increases。 这2个指标共同构成了考核企业盈利动能的双重高标。首先是当季每股收益的大幅度飙升。在筛选标的时，最近一个公开财报季度的每股收益同比增幅需要设定一个刚性的底线，那就是至少要达到 20% 到 30% 以上。普通的业绩微调无法打破原有的资本平衡，只有出现数十甚至上百的阶跃式增长，才能证明一家公司内部正在发生颠覆性的商业质变。我们可以查看历史上的真实案例。在1963年，辛迪斯 Syntax 在股价出现大幅度拉升前，其当季每股收益同比增幅达到了惊人的 300%。 这种财务数据上的起点表明该公司生产的口服避孕药正在疯狂占领全球市场。同样在1960年，施乐 Xerox 由于推出了办公室复印机，其单季利润增幅连续保持在 100% 以上。这种财务上的显著强势才是吸引大资金入场的本质核心。仅仅看一个季度的爆发还不够，为了排除由于会计手段或偶然性因素导致的短期业绩扭曲，还要同时引入年度收益增长的考核，审查过去3年的复合增长情况。在过去连续3个财政年度中，每一年的每股收益都应该保持显著的增长，其年度增长率基准线应该维持在 25% 以上。这意味着只有同时满足了当季每股收益与年度收益增长的双重高标，既具备短期爆发力，又拥有长期确定性增长基底的公司，才能通过第一层财务滤网。如果一家企业仅仅是最近1个季度赚了钱，而过去3年的年度利润一片混乱或者持续萎缩，这样的公司就会被系统果断剔除。通过这种严苛的财务高标过滤，投资者能够将目光从全市场数千只平庸的股票中收拢，
精准聚焦在最顶端的那一小撮真正具备财富扩张能力的成长型企业上。当财务层面的双重高标筛选出具备高成长基因的公司后，我们还需要寻找促使这些公司股价在短期内迅速摆脱震荡，爆发出强劲上涨动能的催化剂。在 Kinslim 选股系统的设计中，这种动能催化剂由接下来的2个字母来负责锁死，它们分别是字母 N 所代表的新要素，包含新公司、新产品、新管理层、股价新高 Newer companies, new products, new management, new highs， 以及字母 S 所代表的供给与需求 Supply and demand。 首先是新要素。商业历史的发展表明，那些能够实现数十倍涨幅的超级企业，往往是因为他们推出了一款改变行业格局的新产品，或者引入了能够扭转企业命运的高管团队。在1958年，德州仪器 Texas Instruments 正是凭借开发出硅晶体管这一颠覆性的新技术产品，使其随后几年的股价实现了长足的飞跃。新要素不仅存在于实业经营层面，在交易图表上，它还表现为一个最让普通投资者感到恐惧，却最受专业资金青睐的信号，那就是股价创下历史新高。散户的传统习惯是寻找那些跌得足够深的股票去抄底，而真正的大牛股在启动时，其价格往往正在突破过去的多重阻碍，不断刷新历史最高纪录。创出新高意味着上方已经没有套牢盘的压力，股票进入了阻力最小的运行通道。当这种新要素在基本面和价格形态上同时显现时，我们需要通过供给与需求来验证其真实性。在金融市场中，任何商品的价格都由供求关系决定。要评估一只股票是否存在强烈的供不应求，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观察其成交量的异动。在一只股票经过长期的底部蓄势，开始向上突破历史新高的那一个关键交易日，供给与需求的规则要求其当天的交易量必须出现爆发式的放大，通常要求至少要比过去50个交易日的平均成交量高出 50% 以上，甚至达到2倍到3倍的水平。这种成交量的急剧放大是无法伪造的客观数据，它向我们证明市场上的大资金正在不计成本的疯狂扫货，导致原本流通的股票供给被迅速锁定。新要素提供了业绩想象力，而供求关系的失衡则提供了价格拉升的燃料。只有当两者产生完美的交织共振时，个股的动能才会真正被点燃。通过对盈利指标与动能指标的层层过滤，全市场中 98% 的平庸公司已经被我们排除在外。接下来，为了完成基本面选股漏斗的最后闭环，确保手中的筹码存放在获利效率最高的地方，系统需要引入接下来的2个字母进行交叉印证。它们分别是字母 L 所代表的行业领军股 Leader or Laggard， 以及字母 I 所代表的机构认同度 Institutional Sponsorship。 这2个要素负责帮我们做出决策，在同行业的所有标的中永远只买领头羊，坚决避开那些看似便宜的拖累股。首先是领军股筛选标准。为了实现客观的量化，可以引入相对价格强度这一指标。该指标将全市场所有个股在过去52周内的价格表现进行综合排序，并赋予一个从1到99的评级分数。如果一只股票的评级是95，这意味着它的价格表现跑赢了全市场 95% 的企业。在实际操作中，领军股的准入标准被严格限制在80或者90以上。这意味着，只有当整个大盘处于调整期，而某些个股展现出极强的抗跌性，甚至逆势创出新高时，它们才符合领军股的定义。普通投资者往往喜欢购买同行业中价格更低的跟风股，认为它们的补涨空间更大。但历史数据表明，在牛市退潮时，跌得最惨的往往是这些缺乏核心竞争力的二流企业，而真正的行业领头羊则展现出极强的韧性。然而，
仅凭价格强势还不足以支撑长线的大幅上涨。个股背后必须要有真金白银的护航，这就是机构认同度。在现代金融市场中，高达70%到80%的每日交易量是由共同基金、对冲基金以及养老金等大型机构投资者产生的。这意味着没有这些巨型主力的持续买入，股价很难维持长周期的单边牛市。因此，已知通过筛选的股票，其背后至少要有数家业绩表现优异的顶级机构在持续建仓。我们可以通过查阅季度持仓报告来验证这一点。比如观察诸如富达麦哲伦基金 Fidelity Magellan Fund 这类以发掘成长股闻名的旗舰基金，其持股数量是否在过去几个季度里呈现出稳步上升的斜率。机构的建仓过程往往需要长达数周甚至数月，这会在盘面上留下清晰的吸筹轨迹。领军股的价格强度代表了市场的共识，而机构认同度则锁定了未来的承接力量。通过这两者的交叉印证，整个基本面选股漏斗便完成了最后的闭环。在利用选股要素筛选出全市场中最优质的行业领头羊之后，投资者随之面临的最关键决策就是精确的入场时机。即便一家公司的财务基本面再完美，如果在一个高位滞涨或者形态混乱的时点盲目买入，依然可能要承受长期的震荡洗盘或者资本回撤。通过对历史跨度长达100年的数千只长线牛股的价格轨迹进行统计归纳，可以发现它们在动能爆发前，其量价走势往往会呈现出一种高度规律性的几何结构，这就是经典的带柄茶杯形态 Cup with Handle。 这种形态的形成过程本质上是市场多空双方筹码进行深度清洗与换手的动态轨迹。一个标准且健康的带柄茶杯形态通常诞生在个股已经历过一轮至少30%涨幅的上升趋势之后，随后受大盘调整或利盘回吐的影响，股价开始跟随市场进行阶段性的回撤修正，逐步构筑出茶杯的左侧杯壁。在这个修正阶段，股价的下调幅度通常维持在12%到33%之间。在极少数遭遇系统性熊市的环境下，回调幅度可能会触及50%。一个高质量的茶杯底部必须呈现出圆润且平缓的 U 字形，而不是剧烈反转的 V 字形。平缓的底部意味着股价在低位经历了漫长的沉淀与震荡，这能逐步消磨掉那些缺乏耐心的短线投机者的意志，促使他们由于无法忍受沉闷的行情而交出手中廉价的筹码。当这部分浮动筹码被清洗完毕后，随着主力机构资金的悄然试探，股价开始缓慢回升，构筑出茶杯的右侧杯壁，并回升至接近前期历史高点的水平。然而，在直接发动真正的拉升行情之前，主力资金往往会故意让价格再度出现一次短期的向下横盘震荡，从而在图表的右上角形成一个略微向下倾斜的杯柄。杯柄的持续时间通常在1到2周左右，其价格回撤幅度应当严格控制在杯柄起步高点的8%到12%以内。我们可以观察生物科技领域的标杆企业安进 Amgen 在1990年的真实走势。该股在当年经历了长达26周的修正，在图表上留下了一个清晰规整的标准茶杯轮廓，其整体回撤幅度精准地停留在33%。到了1990年的10月份，该股在右侧高位展开了为期2周的杯柄横盘。在这2周的时间里，价格波动范围异常狭窄，并且伴随着交易量的高度微缩。这种量能的枯竭表明，市场上所有想要卖出的浮动筹码已经基本耗尽，上方的抛压阻力已经被清洗干净。带柄茶杯形态的完整构筑完成了筹码从散户向机构集中沉淀的过程，为接下来的价格爆发做好了动能储备。当带柄茶杯形态完成最后的杯柄清洗之后，
整个交易系统就进入了高度戒备的临界状态。此时，我们需要锁定一个最为精准的买入位置，既不能因为买得太早而浪费资金的时间成本，也不能因为买得太迟而承担过高的追高风险。在价格图表上，这个阻力最小、最容易引发动能爆发的精确价位被定义为枢纽点 （pivot point）。在传统的投资认知中，人们总是执着于抄底，试图在价格跌到最低点时买入。然而，在底部停留时间最长的往往是平庸的二流企业。盲目抄底不仅意味着要忍受长期的不确定性，还极易遭遇资产的连续阴跌。相反，专业的交易策略选择将买点设定在枢纽点。所谓枢纽点，通常对应着杯柄区域的最高价格位置。当股价能够强势越过这一道水平阻力线时，意味着前方所有的套牢盘和洗盘期已经宣告终结，个股开始进入阻力最小的上涨通道。然而，仅仅看价格跨过枢纽点还远远不够，我们必须引入一个无法伪造的过滤阀门来进行有效性验证，这就是在突破那一刻成交量的表现。系统做出了刚性的量能约束，在股价放量突破枢纽点的关键交易日，当天的总成交量必须出现爆发式的增长，至少要比过去50个交易日的平均日成交量高出50%以上。在最理想的爆发状态下，交易量甚至需要放大到平常的2倍至3倍。我们可以通过网络技术巨头思科 Cisco Systems 在1990年10月的黄金突破来印证这一规律。当时，思科在构筑完毕一个标准的杯柄形态后，于某个交易日一举向上刺破了枢纽点价格。在突破发生的那一瞬间，盘面上堆积出了高昂的买盘指令，当天的交易量瞬间飙升至其50日平均成交量的180%以上。这种量能的阶跃式放大，是巨型共同基金和资管机构大举建仓的确定性信号。由于机构资金的体量过于庞大，他们为了在短时间内锁定领军股的筹码，不得不选择在枢纽点不计成本的扫货，从而在盘面上留下了价格与成交量同时暴涨的运行轨迹。在枢纽点放量突破的这一刻买入，虽然你的每股购买成本比杯底高出了30%，但你的资金利用效率却达到了最大化。因为在突破发生后，个股往往会随即展开一轮不带回头的单边拉升行情。精准识别枢纽点并无条件服从成交量的验证，是投资者告别主观猜测，走向机械化时机咬合的必修课。在掌握了个股的形态筛选与枢纽点放量突破规则后，我们依然不能直接按下交易键，因为在金融市场中，没有任何一只股票能够完全脱离外部环境而独立存在。历史统计表明，无论你挑选的个股财务有多么卓越，图表形态有多么完美，一旦宏观大盘步入系统性的调整或熊市，全市场有3/4的股票都会被无情地带入下跌通道。因此，整个 Ken Slim 选股法则的最后一个字母，也是统领全局、决定最终胜负的关键要素，必须转向字母 M 所代表的大盘方向 Market Direction。 为了摆脱各路经济学家和媒体评论员主观的言论干扰，对大盘方向的研判要求我们将注意力完全聚焦在3大股指每日的价格变动与成交量增减上。在牛市的运行过程中，识别大盘见顶，机构开始暗中撤退的核心指标被称为派发日 Distribution Day。 派发日的定义是，当某一天大盘指数收盘下跌，且当天的总成交量大于前一个交易日，或者虽然指数勉强收平，本盘中表现出明显的滞涨，且成交量显著放大。这2种情况都表明，职业大资金正在借助市场的热烈气氛，悄悄地向散户转手筹码。在正常的牛市中，偶尔出现1-2个派发日是完全健康的。但是，如果大盘指数在短短的2到4周时间内密集地录得4到5个明确的派发日，
这就是大盘处于高度危险阶段的红线信号。回看2000年互联网资产泡沫破裂前夕的真实历史，在当年3月份的高位震荡中，纳斯达克指数在短短2周的时间里，连续记录了5次标准的派发日。每一次指数的下跌或滞涨，都伴随着成交量的逆势放大。这种量价关系的背离，是大规模机构资金不计成本撤离的客观证据。如果投资者能够及时看清这些派发日，就能在大崩盘来临前果断空仓，从而保全资本。相反，当大盘经历了一段长期的熊市阴跌，市场陷入高度悲观时，我们则需要寻找另一个代表新牛市启动的信号，这就是后续反弹日 （follow through day）。在一轮熊市下跌后的反弹尝试中，如果到了反弹的第4天至第10天之间，大盘指数突然在某一天爆发出涨幅超过 1.5% 的强劲长阳线，并且当天的总成交量明显超越前一交易日，这一天就被确认为后续反弹日。在2009年3月的历史性大底中，美股大盘在经历了漫长的熊市摧残后展开反弹，并在反弹尝试的第9个交易日爆发了一根伴随着巨量成交量的强劲长阳线。这正是后续反弹日的标准呈现，它标志着主流机构资金已经重新达成了做多共识，新一轮波澜壮阔的牛市周期由此正式开启。通过派发日锁定顶部风险，通过后续反弹日确认底部生机，遵循大盘方向的指引，投资者就能将个股的微观起点完美地焊接在大盘周期的宏观巨轮之上。在建立起前期的选股过滤漏斗与精准的量价突破择时模型之后，整个交易系统的进攻端已经组装完毕。然而，在充满随机波动和突发黑天鹅事件的金融市场中，没有任何一套分析模型能够提供100%的准确率。当头寸在枢纽点完成放量突破买入后，由于大盘环境的突然变盘，或者企业内部未公开利空的爆发，股价完全有可能掉头向下运行。此时，系统必须启动其最核心的防御机制，这就是绝对止损的刚性执行。许多普通投资者在买入某只股票被套牢后，往往会产生一种心理防御机制，寄希望于股价能够反弹回本。这种缺乏明确止损红线的行为，通常会导致一次微小风险演变成吞噬大半本金的毁灭性灾难。为了从机制上锁死资产下行的风险，系统确立了一条不可动摇的硬性纪律：一旦个股的价格从你买入的枢纽点位置下跌了 7% 到 8%， 必须无条件、没有任何例外的立刻清仓离场。这条 7% 的红线，其背后有着扎实的本金回撤盈亏非对称依据。如果一个投资账户在单笔交易中亏损了 7%， 它只需要在下一笔交易中实现大约 7.5% 的收益，就能回到原点。这在实际操作中是很容易达到的。然而，如果任由亏损扩大，当本金跌去 50% 的时候，接下来的资产必须实现 100% 的涨幅才能保本。这在概率分布上已经属于较为罕见的极端事件。我们可以将这套绝对止损纪律视为开工厂时必须按期缴纳的火灾保险费。你在经营过程中可能连续数年都在支付保费，而没有发生火灾，这部分保费在财务上表现为小额的摩擦成本。但是，没有人会因为工厂没有失火而后悔购买保险。在金融交易中，每一次触发 7% 红线时的果断割肉离场，就是你在为自己的投资组合购买免于破产的生存保险。学会体面且机械地接受 7% 的失败，能够确保你的账户在遭遇连续数次坏运气时，依然拥有充沛的资金留在场内。放眼华尔街长达100年的交易历史，那些最终被市场无情清洗出局的投机者，往往不是因为选股能力欠缺，而是因为缺乏在亏损处于萌芽阶段时将其强行截断的执行力。
将绝对止损转化为不需要经过大脑思考的肌肉记忆，是投资者从无序的情绪博弈迈向科学概率管理的标志。在执行绝对止损的过程中，投资者最容易遭遇的人性弱点是拒绝承认错误。这种心理偏见在实战中最典型的反面表现，就是向下摊薄成本 （averaging down）。当散户以每股100元的价格买入某只成长股后，如果股价随后跌到了每股80元，在没有严格风控意识的情况下，他们往往会选择继续买入相同的股数，以此将整体的持仓均价拉低到每股90元。这种操作在日常消费中看似符合摊平开支的逻辑，但在残酷的金融杠杆博弈中却是一种充满风险的财务自杀行为。向下摊薄成本的本质是在市场已经用真实的下跌明确证明你第一步决策看错的前提下，继续向这个正在亏损的无底洞里投入宝贵的真金白银。这会导致你的资本被过度锁死在那些表现最差、最疲软的弱势股上。一旦该股遭遇长期的系统性基本面破产风险，这种连续加码的行为会以极快的速度将整个投资组合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相反，专业的资本运作策略遵循一条完全反直觉的建仓逻辑，那就是向上加仓 averaging up。 这意味着只有当个股的价格在买入后顺着你预期的方向运行，并且账面已经产生了真实的浮盈时，你才能启动后续的加仓指令。因为资产的上涨本身就是市场给予你第一步决策最客观、最权威的正确性验证。我们可以设计一个标准的向上加仓模型。当你发现一只通过 Kinslim 要素筛选的领军股放量突破枢纽点时，你首先投入预设总仓位的一半，作为先行探路部队。如果股价随后展现出强劲的动能，再度向上攀升了 2% 到 3%， 此时你可以选择追加预设仓位的 30%。 当价格继续上涨并确立优势时，再将最后 20% 的尾款筹码全部打入。通过这种阶梯式的向上推进，你的持仓均价虽然被略微拉高，但你确保了自己手中最大规模的资金筹码永远只沉淀在那些最安全、涨势最凌厉的超级牛股身上。这套资金分配纪律能够自动纠正我们大脑中根深蒂固的筹码偏见，迫使投资者无条件的顺应趋势，在看错时用 7% 的阀门将损失锁死在极小的范围，在看对时则通过层层加码，让利润呈几何级数疯狂滚大。将选股漏斗、量价择时、大盘方向研判以及绝对止损与向上加仓的资金管理策略整合在一起，我们就得到了一套具备完整闭环特征的客观交易系统。但在实际的财富博弈中，拥有完美的交易图纸只是走向财务自由的第一步。最终拉开普通人与卓越交易家差距的是能否在面对真金白银的输赢波动时保持知行合一的执行力。人类的大脑并不是为了在瞬息万变的现代金融市场中理性博弈而进化的。在漫长的荒野生存中，我们的基因里被刻下了逃避痛苦、追求确定性以及盲目从众的生物本能。当市场爆发大级别牛市，周围的人都在讨论暴富神话时，从众本能会诱导我们放弃原有的选股标准，在高位疯狂追逐那些吹起泡沫的二流垃圾股。而当大盘出现密集的派发日，系统发出离场信号时，规避痛苦的本能又会促使我们选择对危险视而不见，直到账户被系统性熊市吞噬。为了克服这些与生俱来的人性陷阱，我们必须引入工具来规范自己的日常动作，将主观的情绪干预完全剔除在决策链条之外。具体的操作方法是建立严格的核对清单 checklist 和详细的交易日志 trading journal。 在每一个交易日开盘前，你需要像一位即将起飞的资深飞行员一样，对照清单逐项核对当季利润增速是否达标，大盘派发日数量是否触及红线。
个股是否处于枢纽点 5% 的买入安全区内。只有当所有的勾选框都呈现出符合标准的绿灯时，才能按下单键。在交易完成后，无论最终的结果是获利出局还是触发 7% 止损，都必须将整个过程的量价异动、下注比例以及当时的心态变化一字不差地记录在交易日志中。每个周末进行定期复盘，检查实际的操作是否与既定的系统规则发生了偏离。通过这种高强度的流程化约束，投资者就能够逐步实现心智的重构，将原本痛苦的纪律墨守转化为一种自然而然的职业习惯。成功的投资从来不是一场依靠灵光一现或者靠运气赌博的惊险游戏，它本质上是一场将胜率、盈亏比和头寸规模无情贯彻下去的机械化修行。当你能够冷清地注视着盘面的起伏，把每一次波折都降级为系统概率分布中一次标准的日常迭代，并用毫无怨言的执行力去捍卫自己的系统红线时，时间自然会为你沉淀出最稳健、最丰厚资产回报。笑傲股市是一本将基本面分析与技术图形有机结合的成长股实战操作指南。它摒弃了主观的预测和对便宜股票的盲目执念，用跨越100年的真实数据向我们展示了超级牛股的共同规律。通过 CAN-SLIM 漏斗，我们能够精准定位那些利润爆发、拥有新要素和资金护航的行业领头羊。借助带柄茶杯与枢纽点的量价形态，我们学会在阻力最小的时刻顺势进场，而 7% 的绝对止损红线与向上加仓的资金分配，则为我们构建了一道抵御市场风险的坚固防线。这本书告诉我们，成功的投资不需要惊人的预测天赋，只需要一套经过历史检验的客观概率系统，以及不折不扣的机械化执行力。这里是文澜小屋，我们不追求快速致富的奇迹，只希望与您一起阅读好书，慢慢变富。相信您聆听本期视频的时间付出，会在未来化作认知上的复利，获得最稳健的回报。如果本期内容对你有所启发，也欢迎点赞转发，并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感谢您看到这里，我们下期见。